皇馬穆里尼奧已經二進宮，就像過去的安切洛蒂和齊達內一樣。特別是安切洛蒂和齊達內帶來那麼多歐冠之前，第一次進入皇馬的穆里尼奧奠定了銀河戰艦的基礎。所以今天老 K 做紀錄片3期上中下集，講一講10幾年前穆里尼奧在皇馬的第一期帶來過什麼。歷史不會簡單的重複，但總會很有規律的輪迴。通過看過去，我們也能暢想一下未來的皇馬3年會發生什麼。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如果喜歡本系列，歡迎您點讚熱推，歡迎您留言，也歡迎您鎖定和訂閱本頻道。咱們繼續。穆里尼奧第一次執教皇馬是整整16年前的2010年5月31日，但他也不是突然就被皇馬看中的。在此之前，他已經完成了職業生涯一條非常具有戲劇性的路線，可以說是前無古人。他從巴塞羅那一個翻譯和助理教練，變成在切爾西特殊的一個，在帶領着國際米蘭淘汰了巴塞羅那，在伯納烏捧起了歐冠獎杯，然後直接成為皇馬主教練。值得一提，由於在波爾圖就已經獲得過一次，所以當時他已經手裡有了2座歐冠。但16年前誰也沒有想到，到現在穆里尼奧仍然也只有2座歐冠。那麼皇馬當時為什麼非要換成穆里尼奧執教呢？2009年夏天，老佛爺重新執掌皇馬，買來了 C 羅、卡卡、本澤馬、哈維、阿隆索等等球星，由佩莱格里尼執教。值得一提的是 ，C 羅其實是他前任談妥的。單看聯賽，佩萊格里尼執教的成績其實不差。皇馬拿到了當時隊史紀錄級別的96個積分和31場勝利。可問題是，瓜迪奧拉執掌的巴薩拿到了99分，皇馬仍然只是第2。而更糟糕的是，國王杯面對第3級別球隊阿爾科孔，首回合居然輸了個0-4。這一場後來被稱為阿爾科孔慘案，並且在歐冠又一次被里昂隊淘汰，連續多年止步16強。您可別小看里昂，當年在2009年之前的里昂隊，在法甲聯賽完成了當時空前的7連冠的王朝，一直到08到09賽季才在法甲被波爾多終結了連續的冠軍。而淘汰皇馬的09到10賽季，里昂隊在法甲仍然最終取得亞軍的成績，最後只落後當年的冠軍馬賽隊6分，依然保持着極強的競爭力。在那一年的歐冠，他们後來一路殺進了半決賽，創造了俱樂部歐冠歷史最佳戰績之一。反觀皇馬，在穆里尼奧去之前，連續6個賽季止步於歐冠16強，這就是皇馬歷史上極其尷尬的歐冠16郎時代。並且由於那一年的歐冠決賽恰恰在伯納烏舉行，可皇馬最終只能看到國際米蘭來自己的主場爭冠軍。所以老佛爺當時需要的不只是一個能帶隊拿90多分的佩萊格里尼，而是同時能夠解決3個問題：第一，必須壓住更衣室；第二，要對抗瓜迪奧拉不可一世的巴塞羅那；第三，重新讓皇馬在歐冠成為頂級強隊。而剛剛在國際米蘭完成史無前例的3冠王偉業的穆里尼奧，幾乎是當時唯一能夠完全符合條件的人。尤其是瓜迪奧拉執掌的巴塞羅那，有着冉冉升起的梅西，隱然已經露出了史上最佳球隊的王朝之相。於是當年皇馬給穆里尼奧開出了1000萬歐元的年薪，讓他成為當時世界足壇薪水最高的主教練。而在亮相伯納烏的發布會上，穆里尼奧沒有像第一次加盟切爾西那樣說我是最特殊的一個，而是留了些餘地。他說，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天生的皇馬主帥，但我天生就是一名教練，我喜歡挑戰。剛剛簽約，他就給了老佛爺一份引援名單：迪馬利亞、赫迪拉、厄齊爾、卡瓦略，還提名了傑拉德和麥孔。最終前面4個人全部加盟，直接奠定了皇馬未來3年的主力框架，並且他帶了完整的私人教練團隊入主皇馬，包括體能師、戰術分析師、球探。這套配置在當時的西甲非常超前。於是世界足壇歷史上最具話題性的刮目相爭時代由此拉開帷幕，皇馬也徹底擺脫了歐冠16郎的標籤，為隨後的歐冠3連冠打下了重要的基礎和伏筆。這裡今天咱們就不詳細的介紹穆里尼奧的履歷，未來有機會專門為他做紀錄片。但是這裡必須提一下，在2010年夏天第一次拿起皇馬教鞭前，穆里尼奧發生的事兒，可以用登峰造極、戲劇性拉滿來形容。而且正是去皇馬前那短短的1-2個月，發生了幾件極其轟動又充滿了黑色幽默的奇聞異事，這也徹底打動了老佛爺。首先在2010年歐冠半決賽，在諾坎普球場的澆水狂歡，穆里尼奧和巴塞羅那結下了梁子，那也是足壇歷史上最著名的名場面之一。半決賽，穆里尼奧率領的國際米蘭遭遇了如日中天、被稱為宇宙隊的巴塞羅那。
在場邊，穆里尼奧直接貼着耳朵挑釁。第二回合，在巴薩的主場諾坎普，國際米蘭早就被罰下一人，10打11個。當看見巴塞羅那替補席和主教練瓜迪奧拉開始提前慶祝的時候，穆里尼奧直接走到他身後，貼着耳朵留下一句名言：別高興得太早，比賽還沒有結束呢。隨後最終10個人的國米硬是死守成功，淘汰了巴薩晉級決賽。哨響的那一刻，狂喜的穆里尼奧完全無視現場近10萬名敵對的球迷，一路狂奔，衝進諾坎普球場中央，高舉着一個手指指向天空慶祝。這也出現了經典的一幕，巴薩的門將巴爾德斯輸不起了，憤怒的過去一把拽住穆里尼奧，試圖阻止。而更加輸不起的巴薩球場管理員竟然破天荒史无前例的直接打開球場的草坪自動噴水裝置，試圖用冷水將穆里尼奧和國際米蘭的隊員趕走。結果穆里尼奧索性帶着球員們在水花中激情的滑跪，瘋狂的慶祝。這一幕不僅成為了足壇永恆的經典，也讓他成為了那一天全皇馬人心中的反巴薩的英雄。接下來決賽在伯納烏球場奪冠，穆里尼奧率領着國米2比0脆勝了拜仁慕尼黑，完成了意大利足球歷史上至今唯一一個3冠王偉業。更有意思的是，當時他的極端理性，為了防止自己因為心軟而捨不得離開國米，穆里尼奧在決賽前就已經下了決定。奪冠當天晚上，國際米蘭全隊連夜坐飛機返回米蘭城，和球迷們徹夜狂歡。然而穆里尼奧甚至沒有隨隊登上飛機，他留在馬德里，因為他知道一旦回到國際米蘭，面對那些深愛他的藍黑球員和球迷，他就再也狠不下心離開意甲了。穆里尼奧在離開伯納烏球場的時候，留下了一段在足壇最感人的鐵漢柔情的畫面。當時他正坐在皇馬為他安排的要離開的轎車上，車輛緩緩地駛出伯納烏。突然他看到國際米蘭陣中的鐵血硬漢球員馬特拉齊。馬特拉齊正因為失去穆里尼奧，獨自一人靠在球場外的牆角默默流淚。穆里尼奧立刻讓司機停車，他推開門衝了下去，一把抱住馬特拉齊。2個平日裡在媒體面前都是不可一世、性格極為剛烈的足壇的硬漢，就這樣在馬德里的街頭緊緊地相擁，抱頭痛哭。哭完之後，穆里尼奧頭也不回地轉身上車離開。這一幕正好被場外的攝像機完整記錄了下來，成為了無數球迷的淚點。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穆里尼奧去皇馬之前，當時擔任皇馬總經理的是阿根廷著名的名宿巴爾達諾。這位老兄極度崇尚華麗進攻足球，是個理想主義者。在幾年前，他曾經在報紙專欄公開撰文，極其刻薄地抨擊穆里尼奧的戰術，說穆里尼奧切爾西時期的打法是掛在棍子上的狗屎，極為醜陋。結果到了2010年夏天，為了對抗全宇宙無敵的巴薩，皇馬主席老佛爺執意要請穆里尼奧，所以在穆里尼奧亮相皇馬的新聞發布會上，出現了極其搞笑的一幕。當年痛罵穆里尼奧的巴爾達諾不得不一臉尷尬地坐在他身邊，在長槍短炮面前強顏歡笑，公開承認說，幾年前的誤會我們私下已經解決了，穆里尼奧就是全歐洲最棒的教練，皇馬歡迎他。但這一幕也為日後2個人在皇馬的權力鬥爭埋下了伏筆。於是当時世界足壇最具轟動性的穆里尼奧和皇馬的合作開始了。穆里尼奧的第1年帶來了皇馬在西甲的第2 ，92個積分，102個進球，33個丟球，還有國王杯的冠軍，在歐冠進軍4強，同時 C 羅各項賽事打進了53個球，西甲打進了40個球。皇馬時隔7年終於突破歐冠16強，創造了2003年以來第一次進入歐冠4強。這一年的成績如果從冠軍獎杯看，只有一個國王杯，但是從球隊重建來看，第1年非常重要。西甲的102個進球，歐冠的4強，都是明顯的進步。首先，穆里尼奧迅速建立起自己的隊伍，一批後來在皇馬的足球歷史上非常重要的球員被他引進，包括厄齐爾、迪瑪利亞、赫迪拉，中後衛卡瓦略，當時還買了西班牙19歲的年輕前腰卡納萊斯，還有佩德羅·萊昂。戰術方面，穆里尼奧逐漸建立起經典的4-2-3-1，哈維·阿隆索負責後場組織，赫迪拉負責奔跑、對抗和保護，厄齊爾踢前腰，迪瑪利亞在右邊承擔大量的跑動， C 羅從左路發起衝擊，本澤馬或者是伊瓜因在中間擔任中鋒。從戰術角度，後來聞名遐邇的 BBC 組合的雛形已經顯現。而皇馬絕不是簡單的擺大巴，在面對普通球隊的時候，他們會高位壓迫，大量的進攻，但只有真正遇到巴塞羅那、
穆里尼奧才會明顯地增加中場對抗和防守的人數。而也是從穆里尼奧時代開始， C 羅逐漸從傳統的邊鋒變成一個恐怖的在左側的得分手。但穆里尼奧的西甲首秀並不順利，皇馬客場0-0戰平馬略卡，隨後面對萊萬特又是0-0，球隊創造的機會不少，但進球效率很低。穆里尼奧當時說，皇馬一直浪費這麼多機會，但遲早會有一個倒霉的對手，為此會付出代價。結果下一場皇馬6-1大敗拉科魯尼亞，隨後4-1狂勝馬拉加，6-1又狂勝桑坦德競技。這就很像穆里尼奧，球隊暫時不進球的時候，他不會公開的表示擔憂，而是用一種帶有威脅感的方式說，我們遲早會爆發的。而緊接着媒體制造的矛盾來了，佩德羅·萊昂剛剛從赫塔費加盟皇馬，技術很不錯，西班牙媒體也非常關注他。但穆里尼奧認為他的訓練態度和戰術執行不夠好，因此沒有將他選進對歐塞爾的歐冠大名單。記者們反覆追問為什麼不帶萊昂，穆里尼奧直接反問道，你們總是談論萊昂，好像談論的是齊達內、馬拉多納或者迪斯蒂法諾一樣。穆里尼奧想表達的意思很明顯，他只是一個剛剛從赫塔費加盟的球員，而我是主教練，我不需要向媒體解釋我每一次徵召誰不徵召誰。萊昂後來幾乎被徹底邊緣化，整個西甲賽季只有很少的出場時間。這件事也是穆里尼奧對皇馬的更衣室發出的第一批信號：誰名氣大不重要，媒體喜歡誰不重要，不執行要求你就不能上場，最終的決定權必須掌握在穆里尼奧主教練手裡。但同時也暴露了他的一個問題，他總是喜歡用公開羞辱的方式管理部分球員，這容易讓矛盾無法修復。那一年年底，伊瓜因因傷長期缺陣，皇馬在中鋒位置只剩本澤馬。穆里尼奧過去一直覺得本澤馬當時不夠積極，缺少在禁區裡的侵略性。記者問他如何解決中鋒的問題，他使用了著名的貓和狗的比喻。他說，有獵狗的時候就帶着獵狗去打獵，沒有獵狗只有貓的時候，那就只能帶着貓去。這裡的獵狗指伊瓜因，貓指本澤馬。穆里尼奧想表達的是，伊瓜因的跑動積極，搶點更直接，像獵狗一樣。本澤馬技術細膩，但當時的侵略性不足，更像貓。本澤馬後來也承認，這個評價讓他當時非常不高興。他還私下裡找到穆里尼奧，要求對方尊重自己。但有意思的是，這次刺激確實推動了本澤馬後來的轉變。賽季的後半段，他的跑動和進球表現明顯改善。後來的穆里尼奧也逐漸認可了他。這件事兒既可以看作穆里尼奧公開在傷害球員，同時也能看作他用極端的方式總是逼迫着自己的球員成長蛻變。而在那一年年底出現了非常穆里尼奧的操作，他故意讓球員吃黃牌來洗牌。2010年11月，皇馬在歐冠小組賽客場4-0領先阿賈克斯，已經提前確保晉級。哈維·阿隆索和拉莫斯都身上有黃牌，為了避免他們在後來的淘汰賽關鍵階段停賽，穆里尼奧疑似故意讓他們兩個人在比賽末段拖延時間，分別吃到了第二張黃牌被罰下。而且當時現場還出現了一條很明顯的傳話的鏈條。穆里尼奧對着替補門將杜德克說話，杜德克找到了卡西利亞斯，卡西利亞斯找到了拉莫斯和阿隆索。轉播鏡頭將整個過程拍得非常清晰，兩人隨後故意拖延開球，都被罰下場。如此一來，他們就可以在最後一場無關緊要的小組賽停賽。到淘汰賽的時候，紅黃牌可以重新清零。但歐足聯當時就認定存在不當行為，對穆里尼奧、對皇馬、對相關球員進行了處罰。穆里尼奧卻說，這種處罰對自己來說更像一枚獎章。所以這也說明他對規則研究的極細。為了淘汰賽，可以提前算紅黃牌，而且絕不介意游走在規則邊緣。被處罰以後，還要在心理戰上進行反擊。但是第一次國家德比，穆里尼奧就被打了個0-5，被巴塞羅那徹底打懵掉。11月29日，穆里尼奧第一次以皇馬主帥的身份前往諾坎普參加他人生第一次國家德比。賽前，皇馬的狀態非常好，穆里尼奧帶隊保持不敗。許多人認為這正是他正面挑戰瓜迪奧拉最好的機會。結果卻是巴塞羅那打了他們5個，通過哈維、伊涅斯塔、布斯克茨和梅西的傳控，徹底拆散了皇馬所有的防守。穆里尼奧賽後承認，皇馬踢得非常差，巴薩的表現極其出色，而且這是自己職業生涯當時最慘重的失利。比賽的最後，拉莫斯在情緒失控的情況下，從身後放倒了梅西，隨後又推搡普約爾，被紅牌罰下。但也正是這場慘敗，改變了穆里尼奧的思路。0-5讓他認識到，
這支剛剛組建幾個月的皇馬，如果想和已經成熟了多年的巴塞羅那直接進行開放式對攻，基本沒有勝算。從此以後，他面對瓜迪奧拉的巴薩，總是先增加中場防守球員，要限制對方哈維和伊涅斯塔接球，並且對梅西進行多人包夾，再將佩佩頂到後腰的位置，進攻通過反擊快速地尋找 C 羅和迪瑪利亞。後來足球史上非常著名的讓佩佩踢後腰，這個設置很大程度上也是0-5慘敗以後的產物。還有第一年發生了另一件事，穆里尼奧和西紅競技的主教練吵架，最後卻被對方終結了9年的記錄，這是最有戲劇性的故事之一。首先，穆里尼奧先開炮，他批評西紅競技，認為對方的主教練普雷西亞多在面對巴塞羅那的時候輪換了太多球員，相當於主動放棄對巴薩的比賽，這對其他爭冠的球隊相对皇馬就很不公平。普雷西亞多非常憤怒，公開回擊穆里尼奧，雙方爆發了激烈的口水戰。2011年4月2日，西紅競技客場1-0擊敗了皇馬。這場失利不僅讓當時皇馬的爭冠希望受到重創，也終結了穆里尼奧一項很不可思議的記錄。他曾經連續9年150場聯賽的主場保持不敗，這個記錄跨越了他的波爾圖時代、切爾西時代、國際米蘭時代和皇馬的時代。最有趣的是，穆里尼奧批評對方不認認真真對付巴薩，對方卻跑到伯納烏認認真真對付了穆里尼奧。另外，也就在4月，穆里尼奧和記者們徹底鬧翻了。當時皇馬即將進入和巴塞羅那連續交手的階段，在一次賽前發布會，穆里尼奧本人坐在現場，卻讓自己助理教練卡朗卡負責回答所有的問題。記者們覺得，你穆里尼奧既然來了，卻拒絕講話，這是對媒體的極不尊重。於是部分記者直接集體的離開了發布會現場。這時的穆里尼奧卻面無表情，坐在那裡，沒有阻止他們。這就是非常典型的穆里尼奧對媒體的策略。他想講話的時候可以制造巨大的新聞，他不想講話的時候同樣能制造巨大的新聞。無論說不說話，全世界的注意力始終集中在他身上。緊接着2011年4月到5月，皇馬和巴薩在短短18天內連續要交手4次。不得不說，當時的西甲和歐足聯在安排上真是把流量給玩明白了，而且所謂的歐冠抽籤什麼的，懂的都懂。所以在足球史上，當時的這種安排極其罕見，也讓雙方從足球上的競爭逐漸升級成全面戰爭。第一場西甲1-1，皇馬在伯納烏主場迎戰巴薩，阿爾比奧爾拉倒了比利亞，被紅牌罰下，梅西點球破門。皇馬少打一人之後，反而踢得更加直接，最終由 C 羅通過點球扳平比分。要知道，第一輪在巴塞羅那主場輸了個0-5，第二輪在自己的主場，穆里尼奧的球隊又被罰下一個人，卻在少一個人極端不利的情況下能夠扳平。所以這場平局有2個意義：在聯賽，巴塞羅那掌握了冠軍主動權；可對皇馬來說，經歷了0-5之後，他們終於沒有再被巴薩擊垮，而且10人作戰仍然扳平比分。在心理上打了一針強心劑。第二場國王杯決賽，雙方在梅斯塔利亞球場交手，穆里尼奧使出了非常具有針對性的安排，讓佩佩踢防守型中場，赫迪拉和阿隆索繼續上加強中路，厄齊爾幫助快速的出球， C 羅實際上已經成為最前面的攻擊點，而迪瑪利亞同時負責防守、衝刺和反擊。比賽90分鐘0-0，加時賽第103分鐘，迪瑪利亞左路傳中， C 羅高高躍起頭球破門，皇馬1-0擊敗巴薩，拿到了穆里尼奧時代第1座冠軍，也是俱樂部時隔18年再次奪得國王杯。這座冠軍異常重要，因為當時的巴薩可不是普通的世界級強隊，而是正處於瓜迪奧拉時期最巔峰。幾個月前，皇馬剛剛吃到了0-5的慘敗，現在卻在決賽中擊敗同一個對手，並且連續3場國家德比在同一年從0-5到1-1再到1-0。這一次勝利的意義遠超獎杯本身，它讓皇馬球員和所有的球迷第一次真正相信瓜迪奧拉的巴薩不是不可戰勝的。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奪冠以後，皇馬全隊乘坐敞篷大巴返回馬德里慶祝，拉莫斯站在大巴的前面高舉着國王杯，卻因為人群太擁擠，再加上車輛的移動，他突然沒有拿穩，獎杯從大巴上直接掉了下去。隨後大巴直接從獎杯上面又開了過去，拉莫斯當時急得大喊：獎杯掉下去了！很快被壓壞的獎杯被工作人員撿起來，皇馬又拿到了一座替代品。後來拉莫斯開玩笑說，不是自己將獎杯弄掉了，而是獎杯想跳下去和球迷見面。
緊接着連續的第3場國家德比來了，歐冠半決賽全面的衝突。國王杯決賽1周以後，歐冠半決賽首回合，皇馬繼續使用佩佩踢後腰，想用身體對抗限制巴薩。比賽第61分鐘左右，佩佩鏟向阿爾維斯，又被直接紅牌罰下。穆里尼奧對判罰極度的不滿，在場邊諷刺性的鼓掌和抗議，也被紅牌罰上看台。少打一人之後的巴薩，梅西連進2球，客場巴薩2-0取勝。但隨後的新聞發布會變成穆里尼奧史詩般的表演，他連續的追問為什麼？他認為巴薩在歐冠的關鍵比賽中經常得到裁判和歐足聯有利的判罰，並且提到了切爾西，提到了國際米蘭，提到了過去許多重要比賽。這番言論直接將巴薩和皇馬之間的競爭從戰術和比賽層面全面升級。關於裁判的問題，關於歐足聯的問題，關於俱樂部形象的問題，關於西班牙媒體的陣營的問題，還有2個隊球員之間的關係的問題。當時賽後出奇憤怒的穆里尼奧貢獻了世界足壇歷史上最著名的單人脫口秀，像無線的复读機一樣，他面對台下無數的記者，臉色鐵青，瘋狂地重複着西班牙語的為什麼，炮轟歐足聯。他把過去幾年所有對巴塞羅那有利的裁判名字列了個遍，公開質疑道：如果我把我真實的看法說出來，我的執教生涯今天就結束了。所以我只想問一個問題，為什麼是赫寧？為什麼是布薩卡？為什麼是德布雷克雷？為什麼是斯塔克？為什麼巴塞羅那這支球隊總能擁有這樣的特權？隨後歐足聯迅速反應，認定他的言論不當，最初對他處以5場歐戰的停賽，並且罰款5萬歐元。後來經過上訴，處罰有所調整。緊接着第4場次回合的歐冠半決賽，穆里尼奧已經不能坐在場邊指揮，皇馬客場1-1逼平了巴薩，最終總比分1-3被淘汰。從結果上看，穆里尼奧輸掉了這次歐冠的對決，但從皇馬自身來看，他們已經完成巨大突破。之前連續6個賽季倒在歐冠16強，這一年卻先是淘汰里昂，隨後總比分5-0淘汰熱刺，最終進入4強。歐足聯官方當時也將其稱為皇馬突破多年歐冠障礙的重要賽季。而第1年的穆里尼奧不只是和巴薩、和媒體、和裁判發生衝突，他還和自己人皇馬總經理巴爾達諾展開了劇烈的內部權力鬥爭。2個人的足球觀念完全不同。巴爾達諾代表的是一種比較傳統的皇馬理念，首先強調俱樂部形象，然後強調進攻足球，並且習慣由管理層參與到轉會和球隊的事務，而對媒體習慣保持相對溫和的關係。穆里尼奧則截然不同，他認為主教練首先要絕對控制一線隊，自己來決定球員的使用，自己來決定球隊的紀律，管理層不要隨便進入更衣室，並且俱樂部必須公開支持，無條件的支持主教練。於是巴爾達諾和穆里尼奧在引援、在球隊溝通、在權力範圍上不斷的衝突。賽季結束以後，老佛爺最終站在穆里尼奧一邊。巴爾達諾2011年5月離開了管理層，這意味着穆里尼奧不只是皇馬的主教練，他開始獲得了接近於英格蘭那種 manager 的權利。而也正因為俱樂部第1年選擇全面支持他，第2年的皇馬才能按照他的思路繼續引援、繼續建隊，從而逐漸走向了銀河戰艦的王朝。另外，戰術方面，阿隆索、赫迪拉、厄齊爾、迪馬利亞和 C 羅之間的結構已經基本成型。精神狀態方面，皇馬變得越來越強硬，越來越有對抗性，也更容易捲入衝突。第1年就已經是整個穆里尼奧皇馬時代的縮影。成績上有了進步，戰術上強硬，發布會異常精彩，但內部高度緊張，而國家德比總像戰爭一樣。另外值得一提是，穆里尼奧後來戳比拉諾瓦眼睛的那著名的事件發生在2011年8月西班牙超級杯，但這已經屬於他執教皇馬的第2個賽季。這裡咱們多說一句，在第1次國家德比皇馬客場慘遭巴薩5-0血洗的時候，當時所有球員都以為號稱狂人的穆里尼奧肯定會在更衣室大發雷霆，亂砸東西。可是極為反常，穆里尼奧隨後走進更衣室，竟然坐在那裡一言不發，死一般的安靜。而最後他平靜地對球員們說，這不是戰術輸了，純粹是今天他們踢得比我們好，明天照常訓練，聯賽還沒有結束。所以這樣的反差總是打破大家的預期。穆里尼奧的舉動始終讓人猜想不透，這也是他獨特的魅力。好，另一方面，關於和皇馬最重要的球星，同樣也是葡萄牙人 C 羅的激將式的合作。穆里尼奧是史上第1個完全圍繞 C 羅建隊的皇馬主教練，給了他無限開火權。
那個賽季的 C 羅狂轟了53個球，包攬了西甲金靴和歐洲金靴，但穆里尼奧在公開場合從來不誇他，反而經常批評他太毒了，不參加防守，用激將法逼着 C 羅不斷提升。而且他剛上任就在辦公室牆上掛了一張2010年歐冠半決賽國米淘汰巴薩的照片，所有的球員進去找他談話就都能看到，潛台詞非常明確，我能贏巴薩，你們也可以。還有關於厄齊爾，厄齊爾剛到皇馬的時候身體極其瘦弱，性格極為靦腆，許多人質疑他適應不了西甲的強度，但穆里尼奧力排眾議，把他當作進攻核心，專門給他制定了肌肉增重的計劃，甚至在訓練中親自給他餵球，最終把厄齊爾培養成西甲助攻王。還有，當有記者讓穆里尼奧反思0-5的慘敗，他就直接回懟說，我拿過2次歐冠冠軍，你們這些記者一輩子都沒碰過獎杯，憑什麼教我踢球？而在被問到和瓜迪奧拉的對比時，第1年的穆里尼奧說，我在3個不同的國家都拿過聯賽冠軍，而瓜迪奧拉的冠軍都是在巴塞羅那拿的。所以第1個賽季，皇馬已經被穆里尼奧注入了鐵血和韌性，結束了巴塞羅那一家獨大的局面。但矛盾的種子也從此時已經埋下。穆里尼奧不滿卡西利亞斯和巴薩的球員私交過好，覺得這個隊長不夠強硬。可穆里尼奧的防守式足球也被部分高層和球迷詬病，說不夠華麗。而他跟媒體和裁判之間持續的交惡，也讓皇馬的輿論環境越來越緊繃。這些伏筆都在隨後的2個賽季徹底爆發。那麼今天咱們上中下的上集先講第1年。如果您對這個系列感興趣，感謝您多熱推、多點讚、多在評論區留言。老 K 也會根據大家的反響來決定出片的優先級，所以喜歡的話，歡迎您訂閱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咱們明天再見。